观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收看《早安中国》，我是高洁。那我们在这儿呢，可能是几个频道在同时播出，在《早安中国》的频道，在方伟时间、高洁时光，还有呢澎看天下、澎观天下、澎观天下。方伟已经进来了，澎观天下。Hello。所以呢，在屏幕的下面的那个艾特的地方，您点击进去的话，都可以呢去看到这些频道。在这里呢，高洁先谢谢来自于方伟时间的观众朋友们。9月3号抗日战争纪念日那天是我的生日，然后呢，方伟的频道当中那么多观众朋友们在问高洁生日快乐，我没在那边，所以我呢今天在这里呢一起向问候高洁的那些朋友们说一声感谢您，明年呢咱们抗战纪念日再见啊！对，那我们因为这边确实涌进来很多这个祝高洁生日快乐，我开始很客气很认真替高洁回，我后来看到满篇都是我在回，那这算什么情况？于是呢就让高洁自己来回应一下啊！今天统一说一声谢谢。你要全部看完了之后，你会希望你天天都过生日，我跟你说，真的大家太 nice 了啊，真的很感动，非常感动，谢谢。这是一过生日就有礼物，你知道，有礼物就开心了。哎呀，就是大家一个问候都很开心，我们可以很温馨的给互相大家之间制造一个美好的一天，所以我们在这个环境当中总是能认识到这么多非常友善的这样的朋友，非常感恩哈。再加一句，刚才加一句哈，石山的有没有搞错哈？这石山的广东话的频道，广东话，所以广东话也艾特一下，就直接就到那个频道，帮着我们点击一下订阅，好不好？那早安中国呢，每天都给大家这个最热的新闻，也带来呢笑声，也带来吵架声。那今天我们要吵个什么事儿呢？9月3号，他不是阅兵了吗？阅兵的后果来了。川普呢，今天在美东时间下午2点钟，直接把人家的国防部改成了战争部，那牌子都换了。所以呢，我们今天就要好好的去聊一聊这93阅兵的后果到底是啥呀？所以说，这个方伟，你觉得今天这跟93阅兵有没有直接的关系？我觉得我们在人造话题，因为我认为1个多星期前，这个川普已经叫他的国防部长这个小伙子海格塞斯，Secretary of War。What do you think about this？ 川普真是很喜欢这个词但是不管怎么说吧，我们今天就看到了正式改名其实严格的说从美国的这个宪政体制来看，总统是不能够把他的一个部改成另外一个名字的这件事情是1949年美国国会的这个国家安全法把它改成这叫做从战争部改到国防部。那川普就是叫川普老大一个川普大帝的那个感觉。但是我得说，川普并不破坏宪政，但他在那种边界情况下，他是会往前推一步的。那最终当然还要通过这个宪法的认可。是美国以前的国防部在以前都叫战争部。对呀，在1789这个美国建国的时候，1789年就叫做战争部。战争部那时候下面就一个管一件事，就是管陆军还有管各个军事要塞。那时候海军谈不上空军也没有。那时候里边一共5个人。加上华盛顿在里一共5个人，他的这个战争部什么事都得管。这几条破船。他不管船，什么都没有，他只管陆军。1798年那个时候单独成立了一个海军部。对。然后后来到2次大战的时候，那时候他是势力最强2次大战他管到战争部管到1200万人。那个时候再有就是叫做什么来着？海军就出了海军，叫做陆军出了陆军航空兵，陆军航空兵变成后来的美国空军。对，后来才有这个海陆空。再往后来呢，他们就觉得海陆空不行这个军队是不能就是各种武装力量不能就是说各分家，对，没法打仗，所以才成立了叫做联席会议参谋长参谋长联席会议，大家汇在一起来商量这个事情。这是2战期间吗？2战期间，对。然后到了1947年。那么才就是把它组合在一起，那个时候也不叫做什么叫军事力量什么 establishment 一个比较拗口的词。再过了2年，在1949年才变成战争部对不起，变成国防部。那么到今天，川普说我喜欢战争部这个词，就变成战争部了。张力更大一些。对，你看我今天早上在节目中我有跟大家讲川普不是很爱好和平吗？怎么那么喜欢战争部这个词来？所以我刚才那个问题我就说跟这个93阅兵有没有关系？你觉得有没有关系？你说我造题，可能我认为是非常有关系的，是不是？对，我也没有否认我说不完全因为他来的，但是可能因为这件事情促成了川普也不用等国会了，啪啦一下牌子一印就改成战争部了。对，我们问问我们的观众朋友们，今天呢咱们第一个民调就是你们觉得9月3号阅完兵之后，然后呢9月5号美国总统直接把人家的国防部改成战争部，两个之间有没有逻辑关系？有打一个1，没有打一个2。
石山觉得有没有关系？我觉得没关系。你觉得没关系？秦鹏跟我站在一起哈，对绝对有关系，对不对？绝对有关系。幸好2-2，你知道这几天的话，就是这个美国的这些主要的官员其实都看过中共这个大阅兵。应该是啊，你看那个国防部的周围那个五角大楼的那个披萨指数，对吧？那个披萨店的订购那个，就在阅兵期间的订购的那个披萨，腾上涨了很多倍。4倍。但是我要不要跟你讲一下？我提醒一下你的消息从哪里来的？你消息是人民日报的那个一个网号叫玉渊谈号，他发的。没有，他这个数据是有这个来自于美国这边的数据。它并不是，而且那个数据是可查的，并不是说这个玉渊谈天就是那个叫央视的旗下的那个所谓自媒体那个东西，不是他发布的。但他的意思呢，其实是说这个好像是我们很强大，然后这个美国都关注我们，而美国这边的这个看法是什么呢？盯着他，看这帮家伙在捣什么鬼，对吧？需要的时候修理他，然后看看他这个武器真的假的。这是美国的看法。你说不站在不同角度的时候，就说美国在关注这件事儿是对的，但是这个中共的解读它是完全相反的，没问题，对啊。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个问题。一方面，另一方面，你看这个川普这几天其实是在九坛大阅兵是受了点刺激的。你看，真的，我不开玩笑，他发了几条推，他发了好几条推，就非常明显的就盯着这个，包括今天，对吧？还在发推。9月3号那个9点15分刚刚开始这个阅兵，15分钟之后就开始发推了，对吧？那在那儿讲说。像这个普京还有这个金正恩，正在密谋对付我们美国的金正恩和这个普京，给他们问个好，让习近平带个好。对，这是一个。还有今天呢，他又开始这个讲。今天又开始了，今天呢说我们把印度和俄罗斯推给他，叫用了个 loose， 对吧？推给了最黑暗什么的 darkness 什么 deepest 最黑暗最阴险的。中共啊，他用的中国，用的 China， 所以今天呢，这个也够狠的了。这句话是暗藏杀机的，你知道。然后今天又有一个消息出来，说你看看，这看起来说好像是说这个川普表示无奈失败了，对吧？好像你看吧，我们把这个如果中共解读一定会说，哎，你看这个美国把印度和这个俄罗斯输给了中国。这是肯定他会这么解读，但川普的这个习惯，当这时候他一定开始下边要出牌了。你看今天的消息是什么呢？多方报道，川普总统呢正在考虑禁止美国 IT 公司将工作外包到印度。这真的很吓人呢，很吓人啊！主要川普你绝对不会吃这种哑巴亏的，这是川普的特点，我觉得。所以一会儿呢，咱们再展开和这个印度的事儿哈。我得呼吁一下我们的观众朋友们，你们说今天川普把五角大楼改成国防部改成战争部，跟93阅兵有没有直接关系？我们这边2-2啊，我们这边是2-2。我和秦鹏呢，我们认为100%有关系。那石山和方伟呢，认为早就有这个说法，这是时间是一个巧合嘛，对不对？那你们觉得怎么样？目前为止，我看是100%站到我和秦鹏这边。我大家发表一下意见，因为呢，石山有句话，真理未必在多数人手里。现在就准备要认输了吗？所以我们今天看到呢，93阅兵之后呢。好多的这个中国的这边，他牛得很呢。然后呢，很多人也发表着那种什么这个名人那个名人的，哎呦感动的哟，都在这，又要捐钱，又要打仗捐钱，各种各样的这种表现。你想一想。美国这边，川普，美国老百姓，我还没看到谁对这个事情有多么大的评价。美国人不关心这个，但是政府方面反应一个接一个，尤其从川普这边。所以今天他改成战争部，这个川普直接就在讲了，我就要秀出力量，我就喜欢这个，我们太弱了，那个国防光防卫不攻击，对不对？对。他跟谁秀肌肉啊？对，肯定对中共哈。现在美国的敌人非常清晰哈，叫做环顾宇内。他其实川普讲了为什么改名。你知道他是这样说，这个名字更合适，尤其是考虑到当前的世界形势。啥意思？什么世界形势嘛？那很明显就是这个外边有个强大的敌人，我们要主动出击嘛。我觉得这样啊，我看法还不完全这样子，因为川普确实停了7场战争。他虽然想成立一个战争部，叫战争部，他并不真正想打，并不真正他追求战争，不追求战争，为什么要把他的国防部叫成战争部呢？这就是美国叫做以实力求和平啊，这是斯考森教授所总结的28个美国立国原则中的第25条。它什么意思？什么叫以实力求和平？就是想要取得和平的方法是准备好战争。
就这个意思。就是你必须准备打仗，我觉得其实你才可以不打仗。这个说法的话，我觉得应该做一个补充括弧，需要的时候的话一定要主动出击。这是美国的特点。你看那个他后来他为什么能赢得这几个这个和平？如果没有这个 B2轰炸机去炸了这个伊朗，你说伊朗会老实吗？不会的。如果没有这个 B2轰炸机炸了伊朗，其他有些国家会老老实实说听川普打个电话说，哎，别打了啊，咱们这个和平，然后他们就和平吗？也不会的。所以这个某种意义上就是因为这个打出来的这个和平。但是他打，我觉得他打也是一种信号，他并不会全面战争哈。这就是我觉得这是在改这个名字的原因。我觉得它确实有着深刻的含义，这是一种威慑，就跟他的 B2轰炸机一样，这个名字也是一种威慑。你就看好了哈，我美国准备好已经要战争部了，你最好乖一点哈，不要乱说乱动。到1947年，他才彻底的改成了这个叫国防部嘛，正好是二战胜利结束之后。那之前呢，他叫战争部的时候，他独立战争开始的，对吧？独立战争在打仗，中间又经过了内战，经过了1战、2战，几乎是真的是在打仗。美国，你不管有意的、无意的，他们都在去打仗，一直到2战结束之后，你看那个时候整个世界。整个的政府盟国，他们都在说，哎，要反思，以后不能搞这个世界级的屠杀了，死太多人了，咱们以后要世界和平，所以有了联合国等各个方面的这种产生。哎，那个时候呢，它也不叫战争部了，哎，我改成国防部，大家你就自己别出事，把我保护好，我不叫战争部。我觉得这里边它改回去也有那种当时的历史背景，所以你现在他就说了，有现在这个历史背景，跟现在的历史背景有关系，那今天怎么就开始战争了呢？你最大的威胁在哪里？所以方伟，你怎么能说跟他这个阅兵没关系呢？他如果不阅兵，没有这么大的牛的那个阅兵，没有这个伊朗，没有普京，没有金正恩和这个普京他们跑到一起，站到一起，习近平他们站到一起，他非得9月5号今天就改名字啊，下个月改不行吗？我不告诉你，我告诉你为什么我是对的。因为在阅兵以前我已经看到这样的消息了。对，一直他们都在讲这件事儿，但是时间点，而且这件事情正常应该通过国会，对不对？对。然后呢，现在他一个总统令就改名字了，连牌子都改完了。他实际上是做了2手准备，一个呢就是说，如果那个议员们对吧立法，然后在国会那边通过了，那他就直接这个把所有的一切的这个各方面的文件都改成直接叫战争部。那如果呢这个叫没这个立法之前，它叫做2级这个名字，就是这国防部（括弧战争部），属于这种性质这么个改法。但是呢，无论如何看起来是肯定要改了，对吧？今天牌子先改了，对，人家已经没有，他只是把海格塞斯或者少数的那些那个部长啊、副部长那些人改了。国防部长现在叫做战争部部长，这个挺狠的。然后我就觉得，你说现在普京和习近平他们吹完了半天，牛哄哄的，最后今天看到这个感觉，他们心里啥想法？今天不光是改名字吧，美国今天有一系列的动作，对不对？除了刚才这个之外，在昨天，川普前天开了一个大 party， 把所有 AI 的这个高科技公司都弄进去了。然后今天就有一个很大的一个消息，美国的国防部的陆军部花了9000多万美金，几乎快1个billion了，去跟旧金山一个很小的一个科技公司 AI 公司，他们进行联合，他给直接进行投资。这家公司是个初创公司，只有4年哦，只有4年。他们干什么的呢？他们就随身携带的那种 AI 的那种设备，然后呢，他们直接就注入这个资金。打造一个什么呢？我不 WiFi， 我也不跟这个什么卫星去连接，我也不用网络，我就能够把原来你20个小时搜索的所有的什么无人机呀、各种方面的地图所有方面的WiFi 或者是什么发射塔这些信号，你原来你要搜索这些得用20个小时，你还得通过云呐、卫星啊进行数据分析，对不对？不用了，20秒钟就在这个随身的这个东西当中就可以随身就马上就给拿到结果。离线 AI， 对，离线 AI。然后呢，国防部的目标，他陆军部的目标就是要让美国的士兵能够比对手高出10倍到15倍的这个速度，能够事先做所有的综合的讯息数据的判断。所以今天这个消息呢是非常大的一个消息，它大概呢去报道的都是从科技界的角度上，就是美国政府国防部在跟高科技公司在 AI 方面真的花大钱再去做这件事情。那报道当中就在讲，他说这个Hexas 他呢就在说，不要再去买那很贵的那些
东西了，跟过去那些武器商，你现在要给我买那种便宜的、高科技的、AI 的。它已经有这样的一个投资方向了，所以这是一个非常明显的一个变化。而且你看，一个小小的公司，你去看他描写的时候，他们花了多大的力气。他有这个模型之后，你得做小型的这种模拟，再做大型的这种布局，你得到现场实践的。这个公司的工程师就跟陆军的这些战士团队轱辘到一起，一个周末呀就改那些所有的程序200次进行修改，就是不断的更改，不断的更改。然后呢，拿到了这么大的有史以来的这种Starbucks 公司这么大的一个投资，所以呢，今天呢，《华尔街日报》呢在报道这个，因为它属于跟 Starbucks 的公司去合作，但是呢，它这个动作让我想到了当年二战的时候，当时二战的时候，美国不也是吗？搞这种叫做什么？军民联合，对嘛，它也叫军民联合嘛。然后呢，整个美国就变成了一个盟友的民主兵器的加工厂。美国的这个做法是很有意思，它也是在全世界是独树一帜的。我们现在开这个吉普车啊，你说 Jeep，在中国也叫吉普车，其实Jeep是一个牌子，不是一个车型啊，它是一个牌子，就是美国那个 Jeep 这个车，这个 Jeep 车是当时二战的时候也是国防部下去问，我们需要一个这样车，大家都来投标。当然你想福特、通用啊这种这个叫什么？就反正美国那几个大厂都去投，对，都跑去投，结果被一个农用机械的一个农用车辆的一个公司投下来了。就是呢，因为他要求很简单，他说要求我就是什么地形全地形，而且那个简单容易修便宜，我就要这个东西。就那个公司就一年只生产大概10辆8辆的这个农用的这个车辆，结果呢就说这个好，他的这个 model 好，但是他没钱呢，没钱没关系啊，国防部给钱，国防部给钱就是等于是。直接用这个福特车直接就进去了，就大家一起做。结果你知道这个 Jeep 到了二战结束的时候，光运到苏联就运了差不多100万辆，非常多，就往苏联运。这个车当然就成了现在美国还不光是这个。我记得我在看美国的这个二战的故事里面，其中有一个特别有意思的事情，就是飞行员训练。飞行员训练是全世界当时刚刚有飞机越来越快，越来越好，但是飞行员跟不上，所有的飞行员上去，据说是前1个月损失大概是25%。第1个月，因为你没开过飞机啊，在下面教你上去，你上去就懵了，下来biang就完了，25%。最后罗斯福说这不行啊，这怎么行啊？就叫国防部去想办法解决。国防部说我们怎么解决啊？解决不了，就是说这个飞行员就得靠心理素质，但你在下面你没飞的时候，你怎么知道他心理素质？最后是一个什么人呢？是有一个玩游戏的人，就是他自己觉得这个飞机很好玩，他就是做了一个模拟的，可以飞升，可以降，可以这个玩这种东西。他向国防部去介绍，国防部不理他以后，他就在新泽西呢做了一个游乐场，一个 dam 就是10分钱丢一次，可以这个再玩的开一次。最后有那个空军部就找到了一个这个就想起来了，说这哥们儿行不行？就把他那个找回来，再投钱一起做。那一家公司就是现在美国国防部全真模拟的那个最开始。所以美国二战打赢你比如说太平洋战争，飞机太重要了。日本人训练飞行员和美国人训练飞行员的速度完全是2个速度，完全不一样。他就把这个完全降低到1%以下。就是说这个飞行员，你飞得好不好，能不能打仗是一回事，但是上天能在天上开飞机的人特别多，非常非常多。所以他那个东西，这个一开始运作的时候，美国这个机制比很多专制国家，甚至比欧洲国家，它要灵活。对，灵活非常非常多。所以现在这个情况就是
我们看到未来的竞争啊，我们看那个中国这个核武器也有了，三位一体啊，全部都那个战略核武器全部拿出来了。问题现在的这个新时代新冷战这种战略平衡，它争的不是核武器，甚至都不是这种战略性核武器，而是它最重要就是 AI。AI 对，现在就是怎么争 AI 就是2个国家可以做。一个是中国，一个是美国，现在就大家全力以赴竞争 AI， 但是非常诡异的是，不管在美国也好，在中国也好，都是一帮中国人在做，这个太有意思了，这个太有意思。未来就是说，这是帮美国做的这主力也是一帮中国人，帮中国做的也是一帮中国人。哎，这个未来会发生什么？这个会非常非常有意思。所以今天我就说他改战争部这个，咱们有点开玩笑，没错，是之前美国政府已经说了，川普一直说改成战争部，但是呢，你这个9·3阅兵之后呢再去做，但是川普这边、美国这边这是跨党派的，他真的是在大量的投入，这种投入跟二战那个时候特别的像，二战那个时候就是整个90%。所有的民企，你90%的资本扩张，所有这个东西政府出钱，全部都是。然后现在呢，你看又开始了，不光是我们前一段时间咱们讲过，他那个稀土矿，美国的也是国防部进去了稀土矿15%的股份。然后呢，我们现在知道 Intel 要把政府拿的补贴钱转成，对吧？转成股份。现在一方面呢，自己企业说啊如何会不会干涉我们这个市场啊？但是你看。国防部又跟一个4年的 startups 公司又在进行合作，这不就是跟那个时候很像吗？当美国政府的力量介入进来的时候，那他为了什么？那你就刚才讲到的，如果那个时候打的是钢铁战争，那个时候我看的过去的那个福特造飞机，一天一个 B-24是不是？那个轰炸机一天造一台，5、6年的时间，美国当时好像一年只能生产3000架。飞机，但是到了1945年的时候，它已经是一年能生产30万架，就是100倍的这种成长。你当年是这个样子，那么现在比的就是 AI 嘛，是不是？它是个体制的问题，它不完全是一个制造能力。我们说没有钢没有铁或者什么，它是一个体制的问题。但是美国这个体制到时候会有点像那个 Lego 似的，它拆了，重新就再组装成一个新东西。它是一个这个体制，而且它那个跟其他的国家运作是不太一样，它这个模式不太一样。所以这个到时候如果真的这个高度竞争到了某一种阶段的时候，美国这个体制的优势是远远还没有，现在还没开始。对，我非常同意这一点哈。美国这个国家的它内在那个活力是非常厉害的。对，那个在当初我在我的早上节目中有说过哈，就当初那个俄乌战争刚刚开始的时候，对不对？俄军不是进去了吗？他本来想1个星期就拿下来，3天就拿下来，结果就陷入苦战。那个时候呢，就是俄国的这个叫做坦克啊，就卡在路上，一条条被人家像火柴盒一样的打掉。对，那个时候我就问那个因为我认识一个美国陆军的一个退役的一个上校，叫约翰米尔斯哈 ，John Mills。我跟他讲说，你怎么看这个俄军这个打法？他说他们的打法，他们的战术跟我们是不一样的。对啊，那他讲2个原因哈。第一个呢，就是他平时的维护，他们根本不维护。他说我们美国的，我们一个连呐，我们的坦克出去。天天都可以出去，立刻可以打仗。没错，这个程序非常紧。第二呢，我们授权给我们的士兵，我们的士兵在第一线是自己能做主的，但是俄国人不行，他碰到事情一定要层层上报，再层层下来，他就是一点都不灵活。所以呢，美国的士兵就像今天啊，我跟我的网友那个还在网上吵哈，他说这个中国这个鸭子步走的那么厉害哈，就说明这是叫做什么呢？万，就是1万个人就这么一个想法哈。对，我说这其实是个缺点，并不是一个真正的优点。这个是工业时代的军事，工业时代的军事，这是2战时的前苏联那个打法。对，它根本就是过时的一个东西。结果已经证实，在这个俄乌战争当中，证实是个失败的一个玩法了，对吧？这是我们讲说，还是因为美国没有参战，美国呢没有把它这个很厉害这个防空这个航空这个力量交给这个就是乌克兰。如果交给他的话，你想这个那么多的这些坦克。堆在这个公路上一排个几十公里，对吧？你那个拿那个飞机那个集束炸弹或拿那个东西，一会儿就全消灭完了。对，
它根本不是一个玩法。对，我想回到就是刚才这个石珊说的这件事情，就美国它的自由哈，它的自由的空气、自由的市场、自由的空间、言论的自由所带来的那种，对不起，民间的创意，那是可以说是没有国家可以比拟的，甚至包括现在的欧洲国家都没有这种自由的这个 free entrepreneur 的那种完全没办法比。对，就像我们对不对？一个事情很急了，我们跑回去在猫在哪里搞几个月，搞出个东西来，别人想都没想过，大公司想都没想过的，这在美国是比比皆是哈。这就是美国的内在，所以美国这个国家其实是不能惹的，到今天还是这样子。他那个时候，我们先不要说日本啊，日本打珍珠港的时候，他们也计算过。日本的到这个陆军部啊、海军部啊，他们都算过说怎么样？我们打了珍珠港，这个美国人工业能力那么强，他们一定会返回来的。他们也算过，说能多长时间能够这个，因为那时候日本的飞机也好、军舰也好、航母也好，远远多于美国，但他们知道美国人一定会追上我们，多长时间这个是最关键，所以这个叫评估，他们说大概就是说2年、2-3年，如果他们全力以赴的话，2-3年。所以日本军部说2-3年够了，2-3年我们已经可以打赢了。基本上我们可以就是说要干的事情，我们已经可以干完了。他怎么算的呢？我就看那个就是说，那个美国的那个飞机啊。搞一架新飞机2年才搞出来，然后造那个工厂算一下，那个工厂1个月最多就造8架，所以你算一算吧，你花多少年你才能造出来这么多飞机是吧？他算的，他说一看你美国又大又蠢，对这1年生产个3000架已经了不地了，我们日本已经有那个。几千架了，没问题，打吧。我们零式战机又是最厉害，所以它没问题。所以就是到最后1年是30万架，不是3000架的问题，是30万架。这个就是说，它这个东西，这是日本的例子。其实还有一个例子，就中国人真的要作战的话，就得想清楚的。你知道那个共军啊，不是每次演习的时候都有红军蓝军吗？结果国防大学有一批军官说，你要搞蓝军啊，就假想敌的军队，你要像才行。所以他们就有一批年轻的军官呢，就认真研究美国的战法，把这个机制啊，就搬到了一个中国的一个就是乙种军，就是当时应该是65军了，在河北住在渔阳的一个军，然后把他们全部拉到这个朱日河。就是这个内蒙朱日河，按照美军的方式重新调完了以后，然后就跟所有的中共的主力部队啊进行战术对抗，就是演习。一打下来，稀里哗啦完全没得打，也就是说那个假美军把真的中国的共军就打得稀里哗啦的，打了前几年是32-1。32-1，唯一一次还是38军赢了一次，就是这个险胜，就这么一次，所以这个才导致后来中共觉得不行，这肯定不行，就是要军改，完全按照美式的这个改，完全这个你要想那是假美军，问题是美军它是会变的，它是会动的，它不是说就这个对，昨天在白宫啊，记者问了这个问题哈。昨天在白宫呢，川普是把22个美国顶尖的叫做高科技的领袖人物聚到白宫去，对不对？然后呢，完了之后全部讲完之后，有个记者就问说，现在针对中国、俄国跟北韩的这个威胁，这种 threat 啊，你担不担心？川普就说，他们可以抄，但是他们不会创造。就是非常有信心。大家看到这次哈，美军也好，这个川普也好，对93阅兵呢，确实看得非常仔细。但是你现在看出来，我没有看出来任何美国的 worry。无论是美国驻北约这个大使叫做Whitaker 哈，他明确说了，他说他们就是在抄而已，我们并不怕。你想想，中共的这个秀出来的这几个，我们说啊，东风5C 啊，东风61，东风61。这个巨浪3，以前是巨浪2，现在巨浪3，然后还有这个空中发射，就3位一体，还有这个你靠这个大型的这个轰炸机带的这个长程导弹，就是这个惊雷1号，就是刚刚出来的。以前中共是3位一体，它只有2个，
它没有第三个。那个惊雷也出来了，惊雷现在挂，不管你是挂轰6的 M 最新的，还是挂未来的G20这个不是轰20啊也好，它基本上的这个就是都是用空中来发射，这就是3位一体。所有这种东西，中国人特别自豪的，这就是美苏在60年代的东西。全部东西就是美苏的60年代。对，它实际上中国的核武器各方面其实本身也很落后。我换句话说，美国人担忧的这个东西，已经担忧过几十年了，对不对？从冷战开始一直到苏联解体，这个东西美国人就是90年代以后才松了口气，没这个事儿了。以前多少美国人自己在家里面挖地洞啊，什么搞这种东西，就是他应付这种危机，让美国人觉得担心，这已经很多年，并不因为苏联没有了，中国出来了，所以他就多担心了什么东西，这个是不存在的。对，就是美国呢，它从战略角度来讲，说做好战争准备，这一点上是，我觉得它实际上需要把这个整个思想调过来。对，因为以前为什么它这个就是没有战斗力呢？或者就是像这种阿富汗撤军，对吧？撤得一塌糊涂，最后呢，整个这个俄罗斯才敢于去侵略这个乌克兰，那就是因为整个你，美国的拜登政府，你让人家觉得你不行了嘛，对吧？所以其实他根本的原因是在这个精神上不行了，对吧？他要觉醒文化，你那个整个当兵的这个也搞多样化，多样化呢还得努力是招进一堆的这个叫做变性人，对吧？你这个怎么打仗？所以它其实相当大一个程度上也是把这个战争部改了之后，说整个的这个所有的精气神，所有的这样的一个这种彪悍的风格、作战的能力，这是我们以后这个战争部所要强调的。而以前的那些所有的这个降低士气的什么这种觉醒，对吧？觉醒风，那对不起就拜拜了。所以这个其实相当大的一个程度是在这儿。而美国的，你想，它从战争这个角度来讲的，从武器到人员，到这个指挥的打法，到呢我们说后边的这个整个后勤和整个这个AI 的这一套东西，其实世界上你拿出了单项，后边的这个国家每一个能跟上的，对，更不用说它整个真正的组合起来那个打法。这一点上来讲，当然对于川普来讲也说了，说我们不担心他们，对吧？他是因为没有这个必要，对，他没有这个威胁，所以他不需要用到这个东西。我既然我 F16或者 F35-22，我已经可以应付全世界这个任何问题了，我为什么要新搞另外一个东西，花那么多钱？没必要嘛，对不对？起码再看20-30年，你威胁不到我，我迟一点都没问题。但是美国并不是没有。以前的国防部啊，现在叫战争部，它就是有一个叫Future Battle System 的一个 project， 就是一个项目，专门研究未来的战争的形式，对战争的形态、武器形式，他们有很多视频。大家可以自己去那个YouTube 上面去找，所以说他们有很多视频，对吧？如果说过去的战争形态，其实已经美国的不断有叫做现代战争，但是走到今天此时此刻，特别是中共的这个93阅兵之后，现在川普我们看到的做的一系列的这个动作，在 AI 方面，我可不可以理解？如果那个时候咱们还用核武大家威慑的话，现在。我看到有一个分析就在讲，他说其实把93阅兵叫93事变，3D 结盟，把它叫成93事件，我觉得对啊，叫93事变什么意思？就是你中共，然后呢俄罗斯、北朝鲜加那个伊朗，你们就已经是软宣战，对谁宣战？对美国、对欧盟，已经在软宣战了。我们已经同框，历史世纪同框，然后呢摆出这样的姿态。此时又是以美国为首的，他现在已经在为第3次或者是新型的再一次的这种冷战的竞争，甚至是热战的准备在做了。那这一次如果说以前是核武器，那现在就是 AI， 可不可以这样理解？这基本上未来的战争就是 AI， 没错，对不对？没错。因为中共那边也在展示一些东西啊，比如说无人的战斗系统啊，包括这个电子战的系统啊，它背后需要支持的就是 AI， 它需要就看谁速度快。我只要比你多个几秒钟，你就完了。你这个在战场上几秒钟就完了。就是说这所谓天下武功啊，唯快不破。
是吧？打仗更是这样，是吧？所以今天我看到呢，这两件大事儿哈。刚才我们讲到的一个呢，就是跟 AI 的这个小公司就在旧金山，然后呢，他投出了9800万，大概这个钱进去了。这个呢是一个非常强烈的信号。那另外一个呢，就是在开的高科技的这个会议嘛，对，他要求所有的半导体制造的都要回到美国来。川普今天又说了，如果你们不到我美国进行投资的话，我马上就要计关税，非常可观，但不会太高，就不非常可观，又不会太高。他就想这么玩这个。对，然后你就逼着你都要回到这边来去办厂。昨天开会的时候，发现也特别有意思。虽然马斯克没去，他还特意写了个帖子表扬一下啊，小作文表扬一下马斯克，好学生，80%都不错，20%可以继续改正。但是现场他逼着 Meta 进行投资，让他在美国投资那个地方特别有意思，你看了对不对？我看了，整个都看了，很好玩啊。那先是他让那个扎克伯格坐在他右边，然后就说，哎，那个每个公司都说看你们的成就啊，大家了解了解啊。扎克伯格也没准备，你知道吗？扎克伯格他昨天就很有意思，他没准备。然后川普就点名表扬了一下 Cook。啊，对，但是我先说这个扎克伯格啊，他就在那说了些有的没的，就基本上就说了些这个虚应话哈。完了之后，川普说，你下面几年要花多少钱？你打算花多少钱？他说啊，这个东西啊，开始编了。他编到后来就说6000亿，2028年6000亿。他说 That's a lot。他说不是，但是也很大很大，就对了。然后后来很好玩的，后来到记者会的时候，人家就说，哎，这个有个问题要问这个叫做川普总统啊，也可以问一下这个扎克伯格，对于欧洲哈，就是 online 哈，在线上审查这些事情，你们怎么看？怎么回答这个事情？其实就是说 Meta 在欧洲被人家欺负，对，他就送球给他，你要不要回答？川普说，哎，你要不要说看？你知道发生什么？扎克伯格没注意听，他说什么？什么事情啊？他这脑袋在想，这600亿哪来啊？对啊，总统坐在一起赶留号。对啊，然后你在中国的话，你不想活了，你然后记者就又问一遍，然后呢，他就在那慢慢，然后川普又把这个说话权给他。川普说，哎，你要想从政的话，这是第一个问题哈，从现在开始，他又说不出话来。关于言论自由嘛，其实我觉得这实际上是小扎的一个短板弱项。他显然这理不直气不壮。对呀。当然了，川普也不能老等他哈，2次让了，那就川普不理他了，就直接自己说完了，就这么个情况。然后呢，另外一个评价就是说，哇，所有这里头最牛的哈，最熟练的，最政治化人物的，就是那个 Tim Cook。苹果的 CEO。这个叫做什么呢？80%的时间拿来给川普跟这个第一夫人戴高帽。哇，你们多么的伟大，多么的不是伟大，没有用这个词哈。这个判断多么的英明，多么的支持我们非常认可，等等之类的。我们一定会苹果一定会为美国这个叫什么产业美国化啊，做出我们的贡献。泽连斯基这个事件教育了多少人？很有意思啊！这些高科技，说实话，这些高科技人其实都是左派，基本上都是左派，但他们昨天都非常非常的客气。其实我觉得从这个2023年之后的话，这些左派其实已经被打醒了。你看为什么他们后来这么支持川普，以及这一次的话，其实这么的在 AI 啊，在这个半导体投资啊这方面的话，其实这么努力，他真的不是因为这个川普上台了，所以他这个不得不拍川普的马屁，而是呢，在过去的这几年的话，被狠狠的这个教训了一顿。毒打了一顿，因为你看，他实际上你看，包括这个扎克伯格，包括这个好多公司，他实际上当时是被那个就是被这个国会，对吧？包括这个就是白宫那个时候的话是要求他们是做这个，比如做拆分。你像微软那个地方，当时是给他有要求的。还有呢，这个大公司的话，你要进行这种审查，所谓的一大堆的这些要求，因为。左派最讨厌的就是大公司嘛，但是呢，以前的时候的话，这些公司是帮着这个，比如说左派去审查，但是呢，这几年的话，他倒过来是遭动了一顿毒打。再一个呢，你像这种关于 AI， 就是欧洲的话是非常典型的。实际上，这个欧洲的那个做法其实是跟左派那个做法是一样的，只是呢，这个美国相对来讲，它毕竟原来是活性特别足的这么一个这种国家，对吧？它相对来讲慢一点，反而欧洲的话就是你 AI 还没出来呢，就是还没有真正的成型呢，欧洲那边立法已经完成了，就是这叫做这个美国创新的。
欧洲这个监管是监管美国的公司，对，所以前两天欧洲 Meta 实际上就是被这个欧洲在监管嘛，对所以欧洲这种情况下的话，这些公司就这一次就拼命的赶快投这个受不了了，赶快投这个川普嘛。其实没有，我跟你讲，我稍微纠正一下，我不纠正哈，我说一下不同的看法哈。我觉得你说的这些因素有最多20%，就是西瓜靠大边，川普拿到总统位全部倒过去。 No， 在这个正式选举之前，这些就倒过去了。他不是因为这个什么原因？我跟你讲，左派对他们的限制，他们是不高兴。但是你要知道，这些人成长起来，全都是左派思路一路走过来的。No， 绝对不可能这么2-3天。我跟你说，整个他配合 FBI 这个推特也好哈，当初的这个脸书也好 ，Google 也好，配合这个 FBI 的这么一些个叫做什么政府的这些 censor，我讲他心里不爽，他都会做。我跟你讲，公司是不会轻易跟政府对抗的。不是。这个我那段时间真的是就2024年的时候，那段时间我真的是关注，就包括你看那个谁这个万斯。对吧？为什么这个后来他在硅谷那帮人特别支持他？因为那段时间实际上是在拉票期间，他不是因为说川普上台了。即使是如此，都是少数。对，他只是有所松动，他绝对不是变成了保守派，变成了右派，他只是有所松动而已。不，他根本我们讨论的根本就不是右派左派的问题，而是说他是不是支持在AI 这个创新领域，在这个整个这种科技发展这个思路上来讲，他支不支持川普？其实你说他的价值观，他其实价值观他不改的。我跟你说，价值观他不改。但是呢，在这个科技，在这个 AI 这个领域，在这个包括对中共这个态度上边来讲的话，他们认为川普这个思路是对的。对，这是我觉得是个事情。没有党派的。其实最重要的呢是企业嘛，它要盈利，但大的跨国企业基本都是 globalize， 就是全球化的。100%的支持者，他们也是最大的受益者。你从这个角度上，他和民主党和欧洲的这种全球化的思维是完全 match 的。所以过去所有美国的大型公司全部是支持民主党的。没有，就2023、2024的话发生了一个巨变，就是因为我跟你说，你太 positive 了，我和这点我和方伟站在一边，谈不上什么大翻盘，没有大翻盘，只有马斯克跑出来，对，别的人只是嘴巴讲。扎克伯格只嘴巴讲，他花了钱吗？他根本没有花，他只是说哪边靠大边，我小心一点而已。川普的这个政策对华尔街、对大公司的 global 的这种扩张是一个阻碍，所以他们是因为在利益上和民主党这边是走到一致的。但是呢，欧盟前2天就要征一个数字税，数字税全部是征美国的这些大公司的。对呀。那川普呢就喊你敢征我们的数字税，我就加你关税。所以我在看到那个时候，我就在想，天哪，这个美国的高科技公司真是欠了川普一个大人情。川普真的是在帮美国的企业。轻商反全球化。就这两个东西，他们是喜欢全球化，当然他也喜欢轻商。他从利益角度上，对，所以现在我是觉得这么多乖乖的这22个人我没觉得其实川普是反全球化。在 AI 的，你比如说在这个科技公司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其实川普是他们这个非常强有力的这个向全球去推动这么一个这种保障力量。对，川普说的，你说的这个东西是对外销售。取得全球市场，全球化不是，全球化是你爱在哪开公司在哪开公司，这已经证明这是一个错误的，因为没有一个全球的秩序，对一个政府去维持，没一个标准。全球化就是给这些怎么讲呢？就是 bad player 给他 advantage， 中共也好，印度也好，都是这样的情况。川普已经认识到了 no way。我觉得整个美国，我觉得基本上1半以上都认识到，这是没路可走的。科技公司啊，其实科技公司和其他公司的这个全球化还是不一样的。你看到美国的科技公司的这个，我们说它的创新的核心的东西，全部在美国自己。唯一的区别的话呢，就是在过去来讲的话，有一些这种生产，因为这个台积电的问题，所以呢，有一些这个相当于在台湾生产，这其实是。就这么个差别。你说其他的就是主要核心的东西，不光是现在硅谷这边很多都是外包。为什么今天川普说你在印度再这样，我就把外包这块掐死？现在整个在硅谷的这边很多的工程师、软件工程师，连国防部都在外包，全都包到中国大陆啊、印度啊那边去了。所以它不仅创新就是在美国，但是呢，这个技术马上就被其他的国家拿去了，而且呢，它连人工这部分也在用最便宜的这个人工，让自己的企业做大，利润更高，这已经是不得了了。这也是为什么川普他就是反全球化的。谁说川普不反全球化？川普就不想做这个全球化了，因为再这么全球化，美国就是被填平了洼地，美国就完蛋了，他才用这个关税。我得说一下，我们下边有一个达达妈咪
达达妈，你太可爱了，我爱你。他说爱谁爱石山吗？石山今天没来。啊？为什么？我们赶快别讲话了，石山，下面半个小时都是你讲。石山没来，石山来了，石山来了。俩国吵架了吧？把石山落在那儿了。就是他们吵架，他们这个来讲石山来总结。哎呀，笑死我了！我们的杜安正太可爱了，这是一个梗。石山没来，石山有来，发表一下看法。浅色的，对，这个你要知道。以前 Google 最早的时候做 AI 啊，是 Google 一直在做的很厉害。是，你知道 Google 有，我记得很清楚，有一段时间有新闻，就是国防部要跟 Google 合作，结果 Google 里面的那一批这个工程师集体拒绝，然后说我们那个叫不作恶嘛，是吧？不作恶怎么能跟国防部？怎么现在已经改了，叫战争部？怎么能跟他们一起？那我们就是作恶。2019年还是什么时候？我记得对。但是这个东西啊，我可以这样说，这个是已经这条线已经过了，已经迈过去了。就是 AI 这条线已经迈过去了，是没有任何人能挡得住。未来1-2年、2-3年。我们可以看到，这个 AI 不光是在战争部、在国防部这看到这种效果，在所有的行业可能都会看到类似的效果，甚至已经迈过去了，现在已经过去了。对整个 AI， 我觉得就是一个军备竞赛一样的嘛。对呀，说白了就是大家拼命往前改。今天我看到它相当于会整个改到整个的这种经济运行模式、这种生产的这种模式、创新的模式改变的话呢，整个我们说它相当于是把。美国为什么现在相当于是叫重点发展 AI， 对吧？川普政府叫的把美国建成叫 AI 之都，为什么呢？因为它这个方式，其实我们叫经济学上有一个叫虹吸效应，就是像那个什么那个虹吸管一样，对，通过这种方式的话，其实可以把全球的最优秀的人才、最优秀的资源、资金全部吸到美国来，没错，对吧？现在有点像什么，就是90年代的互联网。就是说你其他的企业、其他国家，你的经济、你的整个甚至你的社会体制，你要不要用互联网？你不用，你现在你不用互联网，你这个经济是 to be or not to be， 就这意思。be or not to be， 对，就是现在这个就是 AI， 或者你还是不用。没错，对。所以现在去就投资一些最简单的基本公司，你都问第一个问题都问你们有 AI 部门吗？如果就是说，不管是什么公司，你里面没有一个就是 AI 的这个部门啊，为未来做一个规划、一个策划的话，基本上别人不会投资。如果你没有的话，现在就是基本上已经到了这个地步。AI 现在影响非常的大。我们先说和中共的这边，我今天还看到一个很有意思的一个现象，就是美国还有一家 AI， 就是从 OpenAI 搬出去那个兄妹俩，叫 Anthropic。这家公司，他们公司今天发了一个声明啊，他这个声明呢，直接就说宣布呢停止向中国的实体控股的公司出售他们自己的 AI 的这个智慧服务了啊，是官方声明的。他说为什么呢？而且态度非常鲜明。他说为了防止美国的对手在人工智能领域方面取得进展，从而威胁美国的国家安全，一个私营企业做出了这样的一个声明，点名了几个国家所谓的敌手，北韩、伊朗、俄罗斯。中共，然后呢？而且呢，包括这个中国这个叫做资本持有的集团或者子公司，这些也拒绝为他们服务。所以这个今天实际上是震动了整个科技界。是那个哥们儿以前还是在百度干。阿莫迪就是这个对，所以很多人讲说这个人的话呢，看起来也不知道这个百度怎么得罪他了。所以呢，他今天实际上是这个在 AI 这个领域反对中共的话，实际上是最厉害的，没有之一。他是最厉害的，特别是在 DeepSeek 大家还记着哈，就是当时 DeepSeek 出来之后，英伟达哐一下给那一通给跌的，当时整个全世界都在震动。后来大家都在研究 DeepSeek， 那后来我们也讲怎么蒸馏啊，等等等等的，完全违背了商业合约，然后呢去利用这个自己开发自己，而且他还去转手去卖钱去。那么这里边呢他就讲到了，他说他们会利用我们的技术开发他们自己的应用服务，
DeepSeek 去做了，完了你卖的钱比 OpenAI 还便宜。后来呢，他说最终的这种的服务一定会给他们的敌对的军事与情报机构以及呢更广泛的威权的目标。这个阿莫迪呀，达里奥·阿莫迪，他是2014年到15年在百度大概工作了1年2年那样子，然后他就回来了。你看现在回过头来就10年前了。那个时候，全世界都在研究 AI， 百度那边也在做 AI， 而那个时候，中国不仅吸引了它，还吸引了其他的一些 AI 领域的一些大咖，那些重量级人物、研究人物。不光是华人啊，对一大堆美国人，全都跑到中国那边去研究。但是呢，后来他们就离开。他是参加了这个 OpenAI 的。这个Three 那个2和3对他的研发之后，对他和他妹妹又单独出去开了这家，就说呢跟这个 OpenAI 的 CEO达里奥不对叫什么来的奥特曼说他俩呢就是他说他打造的这个 AI 啊，在安全性和透明度这边呢。是可解释的、可靠的 AI 系统。对，他要打造一个比它更加可靠的。他其中就说到了咱们上一次讨论的那个问题。他说，特别是在我们还不清楚人工智能这部分它是如何进行这样的一种运作的方式，得出了它能做出那个结果，能完成那么多的工作。对，也就是说，今天最权威的。这些 AI 的科学家们，他们都不知道 AI 是怎么工作的，他们蠢出来的。到今天没有人知道这个，我们讲说这个当时的这个智力涌现是怎么产生的。到今天没有不知道，它是个黑盒子，你光是喂它东西了，它出结果了，中间它怎么工作的，连发明这些人都不知道。你怎么control它？你怎么去control它？那么他说这种东西你要给了集权政府，他点了这些国家，他一定会被集权政府所运用，而且他运用的是没有任何底线和约束的，那么可能就会威胁美国的国家安全。这我是看到了又一个美国的私人企业公司呢，是从国家安全的角度上能做这样一个声明啊，这个在过去的硅谷是非常非常非常罕见的。但其实今年之前也有一个人，这个也讲过，叫Alexander 这个王，那个华裔的那个，后来被 Meta 挖过去10亿富翁，没错，用上亿元投了143亿美元的话，这个就是扎克伯格为了叫他去参加工作，然后的话呢，把他投了一个这样的控股，好像还是49%还是多少的。对，他也是在美国国会上进行听证的时候进行发言，对，他是表达说对中共的这样的一个这种全球的威胁呀、这个安全呀等等的，所以那个也是个比较厉害的一个家伙。没错，你知道这个事情挺有意思的啊，就是这个我以前在香港啊，那么我们做记者嘛，你知道在湾仔那儿有那个洛克道那边有一大堆，又是酒吧又是那个餐厅啊，开到很晚，半夜还在开。所以呢，这个很多这个搞媒体的人，就是下班以后就会跑到这个地方去吃饭啊，因为那时候都是11点、12点截稿了啊，到那儿去。就那个地方就会有很多老外，很多外国人会去那儿，也去吃饭，也去喝酒什么的。90年代的时候特别有意思，大量的在中国工作的媒体人，外国媒体人，就是外媒的媒体人，周末他们会跑到香港去，因为在中国啊，他觉得那个时候比较没什么东西啊，就早期了，他们会跑到香港。去香港就待2天，吃个饭啊，喝个酒，见朋友啊，然后再回去继续，不管是回北京啊，回什么地方，再回去继续工作。特别有意思的是，你在那个地方你接触这些老外，你会发现，在中国工作的这些记者特别恨共产党。这些外国记者特别恨共产党。那典型的就是那个叫什么？那个国家安全顾问，现在在斯坦福那边那个伯明对，被中国警察他是最典型的一个，他是特别典型的一个，对中共的绝对当时基本上都是这样的，这样的情绪。到香港就不怕了，就开始骂，就开始说啊，讲自己的故事，那就真的是特别多，就是因为他们去，别人要监控他嘛，要盯着他，结果呢？我原来写过文章，我就说新一代的美国中国通
全是这批人。对，全是这批，就是自己造出来的。对，以前的费正清的那一批，就是林培瑞啊什么的，这个是他们那一批。那种是叫拥抱熊猫派的那种这个中国通。他们那一批呢，也有很多，比如说这个看清了中共的情况啊，你像林培瑞本人 ，Perlin 本也是这样。那很多都是白邦瑞不是，白邦瑞是另外的，就是很多这种啊，他们就是说。以前他们是在学的时候，是因为他喜欢中国，喜欢这个文化，喜欢这个东西，所以他有一个美好的想象。尤其是他没去过啊，他这个在美国，这新的一批中国通，全是去了中国，在中国学东西啊，挨了一顿毒打之后，没错，全是给打醒的。我估计这个去了百度，这哥们儿也是估计打醒的，也估计也是打醒的。我们这帮人不是也是被打醒的？对，都是。哎，你知道这个 Arthur Pike 的话，这个公司啊，它还真不是个小公司。你说它好像是看起来是 OpenAI 出来的，对吧？对。但它实际上在某些领域来讲是超过 OpenAI 的。对。你比如说它在企业级的这个应用里边，它占的市场的份额是多少呢？32%。哦哟。那个 OpenAI 是多少呢？25%，不如它。然后呢，在这个编程和相关的这个任务当中的话，占的份额是多少呢？42%。就说你实际上是一个垄断型、接近垄断型的这么一个地位，所以这家公司其实是很有发言权的。但是呢，你看昨天的这个白宫的科技巨头们，他没来，你知道为什么吗？是因为他这个其实是建议要求说是加强这个对 AI 的一个监管的。另外呢，它其实对这个中共的这种限制的这样的一个提法，它实际上是超过其他的这些所有这些公司。你就因为这个不请他呀？对，因为他要求这个某种意义上按严管的话呢，就包括立法的话，他要求这种加强立法，对吧？因为包括这个共和党的那些这个议员们，他们是对这种这个 AI 的立法，他们认为是这个时候是要放松的。川普政府也是认为说这个时候在发展当中应该是放松的，所以这一点上是跟这个川普政府是格格不入的。所以为什么没邀请他的一个原因在这儿。你知道他这个对中国说要求他限制中国这个 AI， 他实际上洋洋洒洒的就在这个 DeepSeek 这个出来之后，对，提了这个6大类的这样的一个限制，一类的话就限制这个 AI 芯片出口，什么这种高性能的什么这个 H100呀，还有什么在禁止这个不能出口到中国，对吧？禁止第三方转售，然后呢要和美国、要和日本、要和欧盟达成一致，进行民主国家的这样的一个同盟。那第二个呢，它要防止工业间谍。就加强这样的一个整个管控，避免了中共这些人给渗透进来。第三个呢，就保持这种 AI 的领先。然后呢，这个美国如何的这种加强研发，美国如何去做？然后的话呢，这些技术全部限制在这个友好国家里边。那第四个呢，它就要限制云访问服务，这就是今天实际上他宣布的这个。那一项，就是说禁止呢这个中国或者是其他的这种集权国家使用它的这个云服务，因为它的这个云服务它这种企业级的应用来讲确实很牛，要不它不这么大的份额，对吧？还有呢，它就叫加强 AI 的这个安全监管，制定标准，对吧？防止被用于什么军事啊、生物武器啊，防止复制技术啊等等等等。这个可能某种意义上跟白宫这事还是有点冲突的。对，在第6个来讲，它叫做有限合作与治理，允许这个全球范围内的这种交流，但是呢，同时要去建立一个全球的 AI 的治理框架。所以你看得出来，这个人是蛮有思想的一个人，他还不是说仅仅是这个情绪带动，对吧？说好像讨厌中共，然后的话我如何？所以这个我觉得也是这个美国这个国家，为什么我们说他在真正的转型当中，或者是当面临这种危机，比如说战争，对吧？2战或者什么来了之后，他这个国家能变化这么大的一个原因，我理解在这儿，就是你发现这些人的话呢，他对于比如说那种全球那种大局势、大局观。包括呢，对于这种如何把这个国家的这种政策和企业的这种发展，它如何去融合，对吧？所以你看，发现他这些人的这种思维，他完全是这个和中国的那种马云们，对吧？你不敢轻易的谈这个国家大事。那个李彦宏他一定是在那端这个技术，甚至端到最后呢，你那个搜索引擎也完蛋了。
对吧？因为他搞这个卖这个关键词，AI 的话或 AI 它这个研发失败，这个什么自动驾驶也研发失败等等，他们不一样。就是说美国这些人，你包括马斯克，包括这个，还有那个叫帕兰提尔，就是那个。现在就前段时间那个股价超高的这个家伙，对，是叫给美国政府进行各方面数据服务和咨询的那家公司。对，那个是谁的？这个万斯的这个硅谷那个导师，对吧 ？Peter Thiel 啊，对。他的话，你看他们的思维，他们的这个思想来讲，真的，我觉得他是远远的超出一般的科技人员和这个整个就是甚至超过好多政府官员的这种思维的。他是很宽广、很大，而且这个很有远见的。他这次的跟川普的白宫的主题不太一样，川普这次主要大家回来投资。对。我这次会议不是要限制各种的这样的一种门槛儿，没错啊，他这次主要是投资，所以他最后逼着那个 Meta 的扎克伯格到底吐出来，你到底投多少钱呢？啊，至少6000亿吧，所以呢，这才把他给挤出来的。所以他这次就是让大家回来，而且他还向他们承诺，因为呢，你要办数据公司的时候，现在美国的电是打着滚的往上涨，电源能源不够了，所以他先是承诺要保证这些数据公司来了之后，我们保证解决这个能源的问题。所以接下来美国的不光是 AI， 现在川普我看到的就是全力的要去把这个部分要使劲的往前冲，要把你们都甩开。那么刚才你讲到这 Anthropic 呢，他就是说你这个我们往前冲的同时，你得防着贼啊，那个贼惦记着呢，我们得防着的。他们现在两个主题不一样，他并不是说跟川普也在做这件事儿，他只是会议主题不太一致。所以你从这个 AI 的。就这2天，刚才我说呢，川普不仅是把国防部改成战争部，他现在已经在为未来的世界大战可能发生的这种世界大战、世界2极对抗，在准备最先进的核武。其实这是新时代的这个叫什么军备竞赛？对，实际上就是军备竞赛。以前上一次军备竞赛就是看谁造的原子弹大，这个看谁能够打得更远，速度更快。下面就是看谁算得更清楚。对呀，现在这个 AI 不得了啊！就在今天 ，Salesforce 这也是在旧金山的。哎呦，我一看今天我们说的这些全是我们旧金山的这个downtown，全都在那边。旧金山硅谷这个地方真的太牛了，太牛了。我们先不扯了，先回过来说 Salesforce 呢，他今天裁员了4000人。他一共多少人呢？他裁了9000，一共9000人，对，裁了将近一半啊，一半人，是将近一半啊。对，就是因为 AI 引入之后，他现在呢，就是基本上所有的那些服务都够了，而且人家说人家牛到什么程度 ？Salesforce 一年有1亿个请求。产品请求接不过来，没有人工，没有办法。现在呢，剩下的这些人呢，都给弄出去了，去干嘛？去跟客户对接去了。你有什么要求，我来回复你。剩下的所有的维护、回答这些东西，全部交给 AI，连他们的软件扩容，你毕竟有维护嘛，系统维护啊，有些更改的软件，你招点 software。No， 都不去再扩招，直接砍了4000人下去。这是一个 AI， 你看它现在发展有多快。第二个，美国斯坦福有一个报告，就在上周吧，《华尔街日报》有个详细的一个报道，它呢就讲到几个非常令人大家关注的。现在美国的大学生失业率是5.3%，今天公布的非农就业，美国的失业率是4.3%，历史最低。可是大学生刚毕业的学生失业率达到5.3%。还有呢，他这里边就看到的那些数据，就是只要是 AI 普及率比较高暴露的这些行业当中，年轻人的就业率直接下降了13%。没错。就是根本就是年轻人初级工程师找不着工作，这就过去根本没有的情况。这是在人工的这部分的代替的这一部分。现在呢，大家都非常的担心硅谷的工程师。你知道，过去硅谷工程师多牛啊，一年20-30万、50-60万。现在你知道吗？他们去考水排、电排去。对。都到这个份上是吗？因为就怕被 AI 给取代呀。所以现在包括这个理发的话，他认为说将来短期内看不到 AI 能替代，所以这个实际上是个很热火的行业。其实我今天查了一下哈，你这个 Salesforce 并不是最厉害的，微软光在5月份就裁了6000人，7月份裁了9000人，
那么现在呢，这个微软30%的公司的代码是 AI 写的，所以直接威胁的是，他现在威胁是2种人啊，一种就是叫做初级程序员，初级跟中级程序员，对。第二呢就是威胁叫做什么来着？跟 AI 就是跟 AI 本身关系最密切的一些工作。所以这些东西像编程啊、数据分析啊、数据处理啊、数据库的管理员，稀里哗啦都没了。他现在留下来是什么工作啊？一种是叫做什么来着？高级工程师。高级工程师把这些 AI 干得帅呢，还算作是自己的工具。第二个呢，就是很有意思啊。第二个就是一些手工的工作哈，叫物理工作。就像你刚才说的哈，剪头发的呀，这个打理院子呀，水工电工，水工电工现在还不能代替。但是你不管怎么说哈，这里有2个方向，一个方向就是说，现在 AI 的那种，现在从初级到中级程序员往前走了哈，再往前走就走到高级程序员。对，所以只是个时间长短，只是个时间问题。对，然后说这个未来叫什么？这个更像这个人类的这种 AI 的话，可能是未来3年或5年之内，据说能达到这个。那个不同领域都能达到博士水平。现在这样哈，特斯拉的它的 Optimus 嘛，人形机器人嘛，对不对？它现在已经定价都定的差不多了，2万块钱或者3万块钱买那么一台。OK， 现在已经有若干在特斯拉的工厂里头，那个在今年年底就会有几千个人形机器人在特斯拉的工厂里头，也就是说干活了 ，AI 做出来先代替他们自己啊，这是非常典型的一个情形啊。然后呢，在2027年就是后年，它要卖50万台哦。2030年，他认为他可以每年卖到100万台，每年100万，对，每年100万台。然后马斯克说，我的特斯拉将来赚钱80%的钱来自于这个东西，所以这就是不是外面这个特斯拉车子。昨天有一个最大的新闻，特斯拉 offer 马斯克一个亿的奖金，1万亿，一个亿没多少钱，1万亿啊，一个 billion， 对，在未来呢，他要达到更大的一个里程碑。Optimus 干什么？就是做这个物理工作代替的。对吧？所以这迟早都会这样子。对，所以真的是这个 AI 对人类的威胁也好哈，影响也好。对，总而言之吧，非常的巨大，对，非常巨大。这。因为我是知道有些年轻人现在已经开始讨论了，就大学你毕业出来3年5年就是学电脑的，以前你成绩再好，你现在出来你只不过是初级的这个或者编程的中级的编程的这批，现在他们自己都在讨论了，因为他看得到的大量的这种程序员从微软从什么亚马逊从这个稀里哗啦全出来了，到处去找工作，那所有的包括银行，你想所有的这些里面每个人都感到危险了。哇，非常非常危险。所以我觉得我们讲的2层威胁，一个是就是刚才说的 AI 对现在的生活方式的威胁，对，以及对人类智力的威胁。没错。还有一个就是好 AI 跟坏 AI，对不对？集权这个政权手里的坏 AI，现在跟叫做什么好国家的 AI，现在简直就是军备竞赛。没错，就是军备竞赛。这军备竞赛就决定人类未来人类的未来。你说这一次他93阅兵的时候，大家还记得他那个在那个军车后面趴着那个机器狗？是，对吧？趴着那个机器狗，那机器人，那未来不仅是无人机战争，那就是机器人战争嘛。所有这些都靠 AI 去指挥。那都是美国开放这个源代码最后开放出来的结果，对吧？都是开放过去。所以川普要往前跑，川普不跑，中共也会跑。所以从这一点上，我觉得川普是很敏锐的，他的确得放开，先让美国跑起来，一边跑一边去拉闸门，别让小偷进来，只能是这么一个打法。对，所以我说93阅兵的这一件事情所引起的川普的那天我们起的名字叫川普梦醒时分，谁起的？方伟起的，是我们那小编起的，真的很准确。史山起的，那不是我起的，对，我们那小编起的，就是川普梦醒时分。咱们那天叫93什么来着？前面那句话真是这样。我们今天我看到川普从他发声明，然后呢，最近在 AI 方面他做了这么多的事情，你能看到一个趋势。那回过头来再说印度，这次他今天又在说了，印度看来还是蛮硬的。其实我看前2天已经软起来了，但是呢，这次跑到中国去，然后呢，仍然拒绝。还是要买俄罗斯的这个石油，导致了今天川普直接就是又狠狠的去说到了这句话是很重的。他之前7月份的时候曾经说过，就是那次叫做高科技峰会的时候，在白宫，他就讲到要求所有的高科技工程师、高科技的这些公司不要再到印度去找工程师了。讲得很清楚。这样，我觉得我们退一步好不好？我现在立个论哈，我立个论，然后我们来探讨这个话题。这个立论哪里来的呢？这是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院的这个维克特汉森教授啊，他专门说的，他就是说，川普怎么会跟印度干起来？他说有6个原因不应该干起来哈。第一呢，印度现在这个莫迪啊，
它是中间偏右，意识形态跟川普是一致的啊，所以应该是川普的某种盟友。第二呢，印度是一个英语国家。在各方面跟美国的沟通啊，科技沟通方方面面都非常方便。第三，印度是最大的民主国家，它跟中共相比哈。第四呢，它是一个跟中共有边境冲突的国家，也非常容易成为美国的一个盟友，在亚洲成为牵制中共的这么一个力量。第五呢，它跟美国的这种非常活跃的这个移民的这个人群呢、特别多。你看微软呢、谷歌呀，这个包括副总统太太全是印度人。啊，这个印度在美国的这个叫做人口已经到美籍印度人已经超过500万，接近600万，这什么概念？比华人要多了。以前华人是所谓的亚裔的第一群体，很快就将不是了哈，就这么个情况。再一个呢，就是莫迪上任11年来一直在悉心经营美印关系，而且搞得就是非常热火哈。所有这些利多都说明印度应该成为美国的盟友，但是现在。川普今天就说哈，你已经跑到那边去了，跑到这个叫做什么来着？这个叫做对手阵营里头去了哈。所以我觉得我们来探讨一下这个问题：印度跟美国这么多的利多，最后怎么搞成这个局面？施展怎么看？我觉得这个是每个国家，你知道，凡是右派，就是意识形态偏右的啊，一定是以。这个本国利益是绝对是最高，它确实有很强的民族主义嘛，民族主义，它是叫做印度人民党啊。实际上，印度在过去10几年，就莫迪这个十多年的这个时间里面，印度的民族主义是高涨，非常非常这个高涨啊，也就是说它。当然，印度本来就有这个传统，他不要跟所有的大国站在一起。2战以后，他们提出来不结盟运动，尼赫鲁开始的哈，对他自视是不结盟运动的老大啊，这个老大。然后这毛泽东挤不进这个发展中国家，也想做这个挤不进发达国家，也想做发展中国家的老大。所以毛呢提出来这个3个世界去。现在已经不太什么第一世界、第二世界、第三世界，什么第三世界国家，现在已经没有了。就是当时就是跟尼赫鲁在抢这个其他的这个国家的老大。所以印度确实是，而且它现在已经是人口第一了，它的经济正在快速。它经济从莫迪这11年来，从世界第11名涨到第4名。对，莫迪的目标是要做成第3名。就是美中之外第3名哦，应该很快，应该是最近2年就可以超过，它就超过德国，超过日本嘛，它马上就要超过日本了。这是去年还是前年超过德国？今年或者明年就有可能超过日本总量。我说经济总量超过日本，它就变成了第3了。它就变成第3，所以他们。你知道，人在钱突然多的时候，这个想法是会有一些变化的，有一些变化。我倒一直觉得，这个从最近这几个月来讲的话呢，我觉得这个美国肯定要打这个印度。为什么？100%要打印度？为什么呢？就是你说是贸易战方面啊，不是军事方面啊。不是军事方面，对贸易方面，或者是这个科技，或者在某些这种，比如很多其他的这个方面，国际地缘政治这些关系上来讲的话呢，美国川普政府肯定要打他。为什么？原因很简单，第一个呢，作为川普的，他有一些这种我们说2.0版本的这个川普的话，他有一些执政目标的，比如说我要去把这个俄乌战争这个停下来，对吧？你在这个时候来讲，你所谓的不结盟，所谓的这个叫做这个独立自主的民族主义，相当于你在破坏川普的计划，就是特别是在这个买俄罗斯石油问题上，这个问题的话，这个在川普来看，你这是绝对不可能有个含糊的。何况呢，这个莫迪有一点没把自己搞清楚。他说：“你看欧洲在买，对吧？中国在买，你为什么不管他们？你管我呀？你们美国也自己在买俄罗斯产品。”他还这么美国不买了，没有完全断掉，没有完全断掉，没有百分100断掉，但是正好有点对吧？但是你个大的这个东西来讲的话，是要做的。这件事情上来讲的话，你这就叫做这个打川普的脸，这就叫破坏整个川普的这种国际计划。你首先你说你该不该停吧？你支持战争行不行吧？这实际上这个问题，所以我觉得这点上来讲，是莫迪是没完全搞清楚的。第二个呢，就是川普政府，特别美国政府整体来讲的话，其实有一个这个心结儿一直是没有打开的，而这一点上，他有些话是不能公开说的。
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知道，在过去几十年当中的话，美国其实是扶植了很多国家，对吧？但后来的话，发现好多时候就最后带跟头，包括伊拉克呀，包括这个就是这个巴基斯坦的，就是不是巴基斯坦，就是那个阿富汗。一开始的话，他们不扶持是那些嘛，但最大的这个对手扶持起来的是中共。你相当于这个全球化说来说去的话，你说反全球化真正的这个带来的结果是什么呢？是中国化。中国这个把所有的这个全球的其他的这个发达国家的这个生产技术等等的话，几乎一股脑搬到中国去了。所以这实际上是过去几十年的这个发展不叫全球化。你说扶持啊，扶持的这个那都不算。刚才像阿富汗这都不算。美国真正扶持的，你像日本呐、德国，这是美国从废墟上帮着。对，我们现在就说到中国最大的扶持是中国，因为他像以前我记得做节目的时候，我曾经说过，因为阿富汗他没有把工业系统弄进去，但是呢，对中国来讲是整个帮助中国建立了一套完整的工业生产体系，这太可怕了。包括这科技的东西，为什么到今天这属于伟大不掉嘛？对吧？帮了培养那么多人才，所以到今天的话。美国这个是个叫做这个1年被蛇咬，10年怕井绳的，所以的话呢，美国这个有一个心结是，也许不会公开说，但是有一点非常清楚的，就是绝对不能允许把印度变成第二个这个中共，这是绝对是不可能的。所以呢，你说印度敢这么叫板，跟川普不断的叫板，对吧？还跑到这个中国去，然后的话在那儿去跟那个普京、跟习近平在那那么这个热烈的这个握手。虽然后来又努力的不参加这个大阅兵，但是这一点上来讲的话，大家都看得清楚的。所以呢，有一点，你说将来能扶持把这个印度各方面科技啊、各方面生产啊、制造啊等等的都扶持起来之后，说印度将来也这个民族主义这个大国情绪一来了，也不听了，然后呢开始这个整个在这种地缘政治在全球上开始跟美国作对，美国能允许吗？坚决不允许。所以这个时候的话，就在不叫萌芽当中，至少在这个时候的话，关键时候该打压就要打压。所以我觉得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点。我觉得你的看法呢，我觉得有点阴谋论的感觉啊。我觉得美国没有你说的这么 worry。印度就像我刚才说的哈，就是那个叫做这叫做什么来着？这个教授汉森教授说的，印度是个最大的民主国家。英语国家，然后它又是中间偏右，美国对印度既没有扶持它，我觉得是正常贸易，既没有扶持它，也没有那么防范它。太多的这个，我觉得没。我这个说法不是我自己说的，我这个说法其实是我前几天我看到他那个就是一些专家们这个讲的，就是说绝对不能允许这个印度变成第二个在那跟美国叫板的这个。我跟你讲哈，甚至包括石油，我跟你讲，绝对不可能允许他叫板的啊，甚至包括买俄罗斯的石油，川普原来是没有在乎的。川普不是从头到尾就对这件事情那么刺眼的，因为川普认为用自己的说服力，他是可以把这个俄乌战争停下来，他根本就没有在乎他买这个石油，他也没在乎就中国买这个石油，他只是一而再再而三的最后碰南墙撞南墙，认清现实，现在找 solution， 才看到印度觉得讨厌。你怎么还在弄那个东西？所以呢，川普不是从头到尾像你说的这么长长久久的计划，很正常。我把我的观点说完哈，我觉得现在川普跟印度出问题的地方，就是我觉得本质上哈，当川普发现这个普京拉不回来，靠自己的力量拉不回来，必须用强制手段的时候啊，目的不就是把那个川普拉过来的时候，这个时候呢，其实世界就变成了两个阵营，一边就是川普，其实川普把这个欧盟好像很难拉过来，其实很容易拉过来，欧盟、日本、韩国，总而言之吧，就是说传统的西方国家。或者亲西方国家现在就是一个阵营，那一边就是俄罗斯，背后就是中共。对，在这个时候，其实对于这个不结盟的，谁也不想买账的，谁也不想这个联合的，这么自己其实算很高傲、很看重自己民族主义的印度，他是没有第三条路走的，但他想走第三条路，但他没有第三条路。在美国和这个叫做因为俄乌战争，因为这个中共的关系，这个川普已经正面对决，虽然没有对中共出手，这种时候印度是没有办法选的。你这个时候，你作为你别看你想是老四啊，你跟美国差老远了，老鼻子远了。你站在美国这一边，印度就有他原来要的荣光的一切。他如果看不清这一点，他还抱着他的傲气、他的民族主义，他看不清正邪两边，他要做选择，他就会叫做撸川普的胡须。这个川普就会咱们两个这个观点这一点是一样的呀。这实际上现在就是一个。我说的意思，川普是见招拆招搞成这个样子的，他并不是深谋远虑，觉得这是下一个中共，他没有那么想，我不认为他那么想。
他打印度来讲的话，相当大一个程度上就是这个有这个原因。其实他并不是没这个原因。我们看哈，就是刚开始呢，在关税刚开始的时候，川普一直在说，第一个达成贸易协议的很有可能是印度。对，结果到现在不但没达成，还整到50%去，而且越闹越僵。这中间发生了一串的这个变故和过程，包括呢，莫迪最后跑到中国那边去了。今天川普在说，我把印度和俄罗斯都推到了最黑暗、最阴险的中国那边去了。这一路的这个变化，我就在想，川普有没有别的办法把穆迪拉回来？在这个过程当中，他还有没有是川普把穆迪推过去的吗？在这个过程到底发生了什么？那么川普这句话，我们现在他没有做任何解释，我们只是推测。所以我那个时候记不记得咱们分析的时候，我就在说，我说我不是民族主义哈，但是你得承认它有民族性。所以印度我们在硅谷啊，那太多的了，一个工程师，一个这个印度工程师是非常非常多的。只要跟印度的这个朋友们打过交道的人，你知道吗？大家都头疼。两个层面哈，一个呢在公司里边干活，印度人特别会讲话，所以印度人全都当高管。第二个呢，在生活当中，你要跟印度人去摆车做任何交易的人，我相信你都知道我在说什么，脑袋疼。就是中国人也讲价还价，你知道吧？但是呢，讲来讲去，最后大家也不至于弄得脸红脖子粗，对吧？这个买卖不成仁义在嘛。再说最小我为的是占点便宜啊，少花点钱，我买了就算了。但是呢，你要跟印度朋友，他占了很大便宜，把那价讲的你就不能再退了。完了最后还脸红脖子粗，跟你一通训斥。我的天哪！你要跟他们打过交道的话，真的是脑袋疼。所以我当时第一个反应就是，川普跟印度要加关税没谈下来，我就怀疑本来都谈得好好的，印度是不是得寸进尺一码，再讲，把川普这边给讲火了，对，是不是给谈崩了？石山，你怎么看这件事儿？是没错。谈崩了之后呢，这印度他就刚才秦鹏你讲的这个，印度也不是。他真以为这个事情还是在全球化，所以呢，那你看越南呢，这些国家也都在跟美国建立联盟，也知道中共这边的这种倾销他们受不了，但是呢，他们也得去跟中国搞好关系，毕竟背靠背嘛。印度确实，你说美国人有没有这个忧虑？有这个忧虑啊，我认为是有这个忧虑，可能，但是这个忧虑可能眼光很长，可能好几十年呢，因为说实话。这个美国人第一个扶植的国家叫日本。你如果看这个美国的历史啊，尤其是老罗斯福他们那一辈的人，不是这个富兰克林罗斯福，是老罗斯福，他们那一辈人，他们对日本的观感是非常好的。所以我们上次讲了，说这个樱花，这个美日打得特别密切，就是在。美国人最开始有点害怕、担心俄罗斯，因为他觉得我在太平洋就我一个大国，怎么俄罗斯完了这个也占了这个整个地方，就往太平洋推进了。他们觉得必须是中国或者日本能够顶住这个俄罗斯的这个对太平洋的这个扩张，这是从整个地缘政治上来看这个问题的。所以呢，他们就那个时候中国是满清还是？根本就扶不上墙，就选了日本。所以在日俄战争的时候，美国人其实是大力在支持日本人。所以到最后是老罗斯福亲自派人主持的这个日俄战争的停战，所以日本人很高兴。日本人知道他国家小嘛，国力也不是很强，打赢了赶快得停战，要不然呢打下去你这个就很麻烦。所以就是美国人就充当了这样一个角色，所以日本人对美国人就很高兴，有美国资本、美国的技术、美国的设备、美国的甚至原材料，包括钢铁、煤炭什么各种石油，到后来全部都进入日本。日本那个早期是这样的起来的，然后当然最后变成了一场大战啊。第二个扶植的就是苏联。美国人列宁当初搞那个新经济的时候，第一批进去的就是美国资本家进去的。他以为欧洲人会进去，没有，都是美国资本家进苏联的。接着就是到了罗斯福他们那一批，就是这个 Franklin 罗斯福他们这一批人的时候，因为政府里面这个左派比较这个思维比较多，很羡慕社会主义的
当然跟《纽约时报》这些报纸也很有关系啊。所以到了这个2战期间，你看美国人对苏联的支援有多么的大，非常巨大。那个我记得巴顿将军不是在打完欧洲以后说，这狗娘养的，说我要干脆直接打莫斯科去了，当时直接就把他给撤了。当时这两个人，美国的这个名将里边2个人，一个是个麦克阿瑟，一个是这个巴顿，他们建议说去打这个苏联。对，直接他说我们以1000万军队，我们现在那么强，我干脆打的苏联就得了。后来就直接把他调回来，结果他那个车祸也搞不清楚是怎么回事，到底为什么死的？对，然后那个情况也是，就是当时的这个罗斯福政府，包括后来的杜鲁门政府，普遍是比较同情共产党和同情苏联的，里面有大量的这种关系，所以后来才有麦卡锡主义这个出来清理内部，清理了很多这个事情，所以在那个阶段也是，结果又培养出来一个，那更危险啊！这个整个冷战，这个核危机全部都出来了，这是第2个，第3个就是中共，对，所以每一个都花了20年、30年去培植了一个这样，每一个都变成了自己最大的一个对手。一个比一个厉害，一个比一个厉害。现在培养出来一个叫做有史以来最大的威胁。对呀，对呀。你说印度距离这个 level 还有多远？还很远，还很远。当然，你说美国会不会有这个忧虑啊？就是我又搞一个出来啊，会有。但是呢，这个还是要跟具体的地缘战略的政治的一些这个变化、一些发展有关系。但是问题是我没有看到美国在培植印度的工业能力啊，对，我没看到。你说怎么个培植？正常贸易而已。今天没有，他有。今天你看美国跟那个，包括拜登政府的时候的话，美国跟那个印度的话签了很多的这个叫做协议。就包括的话呢，比如说造船、修船，比如说这个美国军舰的话呢，在这个印度停泊去修船，包括的话呢，去生产一些武器，这个就是这些，它确实是不断的在去最开始对印度是在扶持的。最开始的速度是很慢的，80、90年代美资进入中国是很少的，一点一点先开市场。然后就是这个港资、台资进去了，然后日资进去了，慢慢一点一点，最后美资才最后大规模资金进去。大规模是 WTO 之后。对你要知道这个大量投资印度，首先是日本人开始干的，对，就是安倍开始干，他的政策叫 China Plus One， 就中国+1政策。就是说，所有东西我不能单靠中国，我必须有另外有一个地方，所以他找哪个地方能够跟中国替代一下，一个越南，一个印度，就是2个地方。所以这个安倍跟印度的关系特别好。我相信安倍这个被刺杀最痛心的可能就是莫迪，因为他们俩关系特别好，所以他为什么提出印太战略，这个也是跟他的这个想法有关系。日本资金进去的非常多，有一些制造业慢慢正在进去。你别说日本现在哈，刚才你说美国是不是有意扶持？当时在拜登政府的时候，仍然是都看到了中国是敌人，他们不能把生产链全都放到你这儿，所以他们一直的思路是找替代。所以呢，印度是中国的一个替代，在这种情况之下，他签了那么多的协议，然后呢，企业也看到这个问题了，因为他们影响了企业的产品的生产，也打断了企业的产品生产链的这个整个的这一套循环，所以他们企业也有这个意愿。今天的一个数据，在苹果公司在印度的手机啊，它的这个销售额从去年的80亿，现在直接窜到了90亿，增长了13%。然后呢，现在印度的中产阶级标配一只苹果手机。10年前中国的那个情况，这就是现在，这才几年的时间呢？从苹果往那儿，我们耳朵听的也不过就这么1-2年的时间，现在就能以13%的1年之内13%的，而且它所有的这个业绩全部几乎主要都是卖手机来的。你想想它卖了多少？然后呢，还有就 MacBook 有一部分，它所有的利润就跟中国一样。中国有大概几年前，10年前不到吧，7-8年前标配。
拿肾嘎了腰子都得要去买个苹果手机，对吧？年轻人，那还什么中产阶级不中产阶级？现在在印度，咱们知道印度的贫富差距特别的大。什么叫他的中产阶级？标配。那你说这个趋势，就像刚才讲的，如果现在就这个趋势的话，接下来是不是会越来越快？对，那你印度的这种成长也是令人非常非常的担忧的。美国它能不担忧吗？美国会有这种担忧，所以叫做但是有个词儿叫不惯着它。对对，因为你否则的话，你刚才为什么这个？我觉得方伟的那个话，就是那个你引用那个专家的这个话来讲，意思就是说啊，既然我们有这么多的这个6大项，对吧？要跟这个2个国家能变成这种盟友，为什么现在好像闹得有点掰了？原因的话呢，我觉得就是在于不惯着它。就是作为川普政府来讲的话，他的判断上来讲，就是说，你印度其实叫做这叫恃宠而骄，他就认为说，你看我这个，你美国得靠我去搞一个印太战略，你靠我呢去这个跟中共对抗，对吧？然后呢，你在这个很多方面的话，你这个比如说很多资源、外包、反正各个方面来讲，我们还有个这个叫做印度女婿，可能下一任的这个美国总统，反正他就很骄傲，所以这种情况下的话呢，作为这个美国来讲，就不惯着他。我觉得就是这么简单。这个事情啊，这个地缘政治是变化多端的，对，你不知道发生一件什么事情。这个整个态砰一下就断了。对，而且哈，你知道现在还有一个大的问题是什么呢？就是，我觉得莫迪没有完全认清楚呢，就现在的这个印太战略的这个地位在下降的。就在过去来讲的话，我们说，川普的1.0时期、拜登政府时期的话，这个印度以及这个印太战略，在整个这个全球秩序当中作用是非常大的。可是现在呢，你看那个发现，川普2.0上来之后的话，他通过这种全球贸易战的方式，通过呢其他比如说川普去搞这个一个个把这个和平协议打下来，他好多方式，他已经用了太多的方式去摆平全球的这个整个不同国家的关系。他某种意义上，他不完全依赖于说，好像就我得和这个什么四方会谈呐，或者加上这个什么韩国、日本呐等等这些。才能够摆平这个大全球关系了，不需要了。某种意义上，你的地位，某种意义上，印度的地位是大大下降的。我觉得这是有关系的。对你这些解释我都同意哈。我觉得印度是恃宠而骄，川普确实也不一定要跟你做生意。So what？ 但是我是觉得呢，所有这些事情是在4月2号万国关税或者叫做什么来着？就解放日之后2-3个月之内发生的这个变局。180度的这变化。对，原来不是那样的哈，所以呢，就是2-3个月内我觉得就是莫迪把它搞错了。莫迪搞错了。对川普来说，我现在要搞定这个全球秩序，美国要强大，你不跟我站队，你摆清了不跟我站队，那我就不跟你客气。不跟你客气之后呢，莫迪的自尊心非常强。他的民族自尊心非常强。你既然给我这样的话，那我就倒到那边去。所以我觉得莫迪去到上海的时候，心里是五味杂陈的，他根本不想来这个地方。但是呢，他就是他的这自傲。自尊心也好，你就叫什么也好，虚荣心也好，他自己跑到上海去，他也要给自己增加砝码嘛。我倒觉得，其实本身去上海不是问题，其实去上海不是根的问题。他最终他的最大的问题，他的最大的问题，他不该跟那个，他到今天，我觉得他如果跟比如那个俄罗斯不买石油了的话，那这个事儿好多事儿都好说。他的问题，你说，因为你本身你跟中国的这种关系，对吧？贸易关系各方面来讲，有些东西你是不得不去双方去合作的。这是个我觉得其实不是根的问题。川普今天发推就是这个照片呢，这照片呢是因为前面是他们两个，那不敲打他吗？另外，我也不认为说这个印度真的能够倒向这个中国这边。穆迪最终他还是没敢去参加阅兵。没错，我觉得他不会各种原因。现在的这个东西不过是在敲打他。对穆迪，对印度来讲，我觉得你看像越南，我们都能看到。对于印度来讲，我觉得如果我们设身处地放到那里边的话，我相信美国或者是穆迪也清楚，美国不愿意把我们推到中共那边。穆迪会很清楚的，他既然跟安倍这么好，他们之间能不讨论中共到底对各方带来的威胁是什么吗？他非常清楚，他只是跟美国之间没有达成 deal 的情况之下，各自都增加自己谈判的砝码。但是刚才秦鹏你分析的那个呢，让我更加清晰的看到一个图片，那就是这个砝码呢你选错了，而川普呢真的有点那种没有办法惯着。
所以他今天的一句话比一句话强硬。他试图增加他的砝码的这些个动作起的作用正好是相反的。对对。他对川普诚恳一点就完了。这件事情他其实钥匙在他手里，但他现在就不用这个钥匙。所以呢，我往下看吧，我觉得要到时候要变局，也可能很快就能变。我倒觉得这两个国家之间的话，这个关系将来应该还是会变回来的，会变回来的，因为中共和这个印度啊，他两个是这个吃饭吃不到一个这个锅里头，他两个你我们说这种边境冲突问题，还有呢整个这种全球大战略的这个冲突问题，他是都不一致，完全不一致，所以印度没办法倒向他。印度和俄罗斯不一样，对，那个俄罗斯的经济跟中国的经济是有高度互补性的。印度不是，印度跟中国的经济是有高度的冲突性的，两个人都是争同样的东西，对所以这个是没办法玩的。你放心好了，因为它跟美国反而是这个互补性非常非常高，你要知道。我们现在的这个观众朋友们哈，刚才的就是川普的把国防部改成战争部，然后呢，跟中国的93阅兵到底有没有关系？你看我们的编辑起的名字就是93阅兵震出了一个战争部哈。那我们的观众呢，现在到底是支持石山和方伟呢，还是支持我和秦鹏呢？358票，目前呢是62%的朋友认为呢有关系支持我和秦鹏，38%的朋友呢站在石山和方伟那边，说没有什么直接关系啊他们俩输了，所以呢我们要请他们。我们哪里输了？爱因斯坦当初说那个相对论的时候，他只有5%啊。我们不要多，方伟，我不需要你请我们吃牛排了，你就送我和秦鹏点这个红参好不好？阿拉斯加的韩国的红参。本来要说这个没说的哈，我跟大家说一下，这个我们就要这个了。红海参。这个就是红海参嘛，我这个东西叫做韩国济州岛的红海参哈。在介绍之前我还要给大家发一个民调。我们天天在这分析哈，我们观点有的时候是一致的，有的时候真的是不一致的。你们觉得印度会不会再倒回美国啊？这是我们第2个民调，好不好？印度会不会再倒回美国？现在川普是一拳一点都不往后退呀，只会横啊，只会硬啊，一点都不软。那在这种情况之下，自尊心极强的印度的莫迪，他会倒回美国吗？川普会怎么给自己下台阶呢？你觉得会？也打个1，不会呢就打个2。那我先问一下哈，诸位，那你觉得会倒回来吗？会。是谁？肯定会倒回来。那秦鹏不用说了，那我们全都是倒向。我跟你讲，现在这个情况很有意思。你知道北京人不是有一句老话，叫做不会的怕会的，会的怕愣的，愣的怕横的，横的怕不要命的啊。前面还有个会的怕不会的怕会的，还有这么一句。不会的怕会。美国和欧洲是属于会的俄罗斯是属于愣的然后属于这个横的是吧？然后这个中国呢是属于这个愣不要命。这个俄罗斯是属于愣的，中国属于横的，还有一个不要命的就是金正恩。所以现在他们3个，一个横的，一个愣的，一个不要命的，3个人站在一起去了。你要知道，美国人你怕不怕呢？我觉得还是有点怕的。我觉得川普属于横的。川普属于横的，那几个人都是虚张声势的，是吧？金三胖他还怕，他还不要命，他最要命了。不是说你态度强硬你就是横，是你没有实力支撑的态度。川普的话讲叫没有牌你没有牌，你横，你强硬什么的？没错，你没有牌，你强硬，你就是横嘛，你就是愣嘛，是吧？没错，对。然后你明明打不过还往上冲，还要那就是不要命啊，对不对？所以这个面对的这样一个集团。是吧？所以呢，大家赶快好，我们做第2个民调，印度会倒回来了吗？我们今天一面倒的，我们都认为印度会回来。你认为我们错了吗？错你就打2，对就打1，好不好？那现在呢，把时间给方伟。那我们刚才呢，方伟，观众朋友们，谢谢你们给我们争得了一个礼物，来自于韩国的红参。所以高姐不知道这个东西啊，我们的不少观众朋友已经知道了。大家知道这是韩国济州岛的红海参呐，这个就是在韩国济州岛旁边的海底里采的野生的红参啊。那边有海参呢，一般是黑色或者褐色的，红色很少世界上只有2到3个地方有红色的海参，其中一个就是韩国的济州岛。它红色嘛，它就微量元素很多那么就是说它的特点就是修复能力特别强。这海参咔嚓剪掉一半
几个小时就全部长回来。所以呢，它有什么好处呢？对于降低高血压啊，这个降低高血压、解决头疼啊、睡眠质量都有很有好处。还有就是伤口不容易愈合，包括手术之后啊等等这些方面。因为我们在这推荐给观众，推荐的时候华人是没有试过的。没有卖过华人过，我们卖了这2-3个月来，实实在在的例证回来，就真的是能够降低这个高血压，很神奇的效果。而且包括手老是破啊，这个不能愈合呀，吃了之后就能够正常愈合了。能减肚子吗？减肚子。还得再找用海参来。我这好，适合谁哈？适合高血压的中老年人，适合体质虚弱的、手术之后恢复的、这个放化疗的人群、免疫力低下的、失眠、便秘、常感疲劳的人群。你们有没有对号入座的？希望你们都不对号入座哈。然后它当然它的萃取很好哈，它里头就是加的这蓝莓哈，所以非常非常可口。那么也经过美国的 FDA 的认证，同时也是韩国的叫做三星啊，它的一个认证，所以这个韩国直送美国，放心可靠，好吧？就是这样的，推荐给大家哈。好。高姐还没有吃过，对我们要求不多。我们送高姐一个，下次请高姐来说。谈到济州岛啊，济州岛很有意思啊。济州岛你知道，岛上的很多居民往前追啊，是蒙古人。真的吗？是蒙古。哇，是吗？征日本的时候留在那儿的吗？不是，征日本的时候，他们的马呀，很多马放在这个济州岛。对。是吗？对，放在济州岛，跟烟台那个养马岛一样。对，有点像，就是他要征日本嘛，说跟日本人打了2次。其实打日本的蒙古兵不是最多的，都是中国人和韩国人。是吗？大量都是忽必烈的军队是吧？对，这是所谓联军，当时这个从北方的去的这批人。这个所以很多中国人说我们这个历史上从来没打过日本。不是打过，你除非你不承认那个元朝是中国，所以还是打过的，对不对？又没打赢，当然打不赢，2次都输得很惨，都是被这个神风给吹掉了。但是这个济州岛那个地方，当时就是有很多很多马，很长时间都是蒙古人占了那个岛。OK，好吧，很独特的地方哈，我也会有兴趣想去一下。新田现在对在那边，但我从来就没去过。对，应该去。所以呢，现在这样的是预售哈，现在订了并拿不到，但是你现在会最快的速度拿到，9月底会拿得到。就这么个情况哈。那怎么样？我们下面还有个话题了。小龙女哈，她说她正在吃，然后我们早安中国的编辑呢还告诉她，吃剩下的那个袋儿里边的那个，你放上点水涂在脸上，因为它再生嘛。新田也老这么说，我就从来不干，我这算什么事啊？男生啦，对，涂到脸上不要招苍蝇啊，那么哪有那么甜？所以呢，你就放一点水，剩下一点呢，溶在水里头，涂到脸上算面膜，然后它能再生皮肤，青春焕发。小龙女在高杰过生日的时候给赞助了49块9毛9，谢谢。然后刚才呢，这个大家是印度会不会回来？大家都认为会回来哈。其实今天有好多的话题。刚才呢，有一位这位观众叫做KT060322说，《纽约时报》今天引述了多名现任和前任的军官大幅的报道，美军海豹突击队在2019年初，在当时时任总统川普的同意下，秘密对北韩进行安装电子窃听设备的登陆行动。不过北韩当局呢得知情报，在岸边遭入北韩船只，射杀了对方的船员之后离开，任务失败。这是2个小时，《纽约时报》刚刚就刚刚爆出来的。哇，天哪！川普跟金正恩是好朋友哎，怎么2019年就干这事儿了呢？川普大帝，你太可爱了你。所以那天上次我们很正常，千万不要成为川普的好朋友，太吓人了。对，所以我们接下来呢就要去说一说哈。你说我就纳闷了，北韩居然知道美国这个特种部队的。海豹突击队的情报哪儿来的？你还讲吗？我们得收了，下面哪来的对吧？然后呢，还有一个今天的那个消息，这个 AI 现在这么努力，这么厉害，这个 AI， 你不刚才说了吗？都是中国工程师，对不对？没错。美国的也都是华裔的工程师，对啊，中国的也是，真的得自重哎，不然将来不要把我们都坑了。那这个黄仁勋不说了吗？在全世界 AI 的这些专家里边，1半都是华人，没错，他真是这么讲的，对不对？然后就在这2天，其实爆了一个硅谷特别炸裂的一个消息，一位斯坦福毕业的 AI 方面的博士，华裔，把 XAI 马斯克的全套的 XAI 的这个密码
给弄走了。然后呢，他接着 OpenAI 的 offer 要跳槽。对，这件事情已经开始判刑了。但是这件事情呢，在硅谷简直都太炸裂了。为什么呢？所以这些事儿呢，还有你知道现在。实际上，咱们都知道中国很卷，是吧？美国讲究人权，你知道现在美国都开始996了，美国也开始卷，对，都开始996了，你相信吗？这个你今天上午说的，我都不相信。你不相信吗？真的假的？就在咱硅谷哎。对，你刚才说的那个《纽约时报》那个消息的话，停啊！所以呢，我们接下来的这个悬念的故事呢，下一集，方伟，咱们到哪儿做？我们在干净世界星期六晚上8点。发布的一个节目，大家稍微把它写下来一下。所以呢，下一集的这个序幕啊，在周末大 V 谈，叫周末大 V 谈，在那里看。哦，对，那个不能在你们那个后面 at 什么的，因为那个还没有做出来嘞。我们接下来呢要停止呢，就把接下来这一段呢，我们接下来再聊。哎呀，太有意思了！我们这个华人太牛哈，全世界的跑，然后呢跑来跑去呢，到哪儿呢都出一把子事儿，永远呢是有那么一半的，也有这么一半的。那你属于哪一半的呢？咱们就等着下一个节目现在美国人对这个华裔啊，就是这个爱。并且痛着，这又喜欢这批人太能干了，但是又很痛，真的要自重哈，咱们自重，一直看我们节目就会很自重，我们的观众都是最好的。刚才有一位好像他自己是不是也是工程师啊？叫做Allen 呢是什么？我这一下找不着了。他说呢，他这2天用 AI 呀，Ethan 是吧？他说我这2天用 AI 越用心里越焦虑，因为什么？他说他就用几天的时间，他就搞出了一套程序。他自己也是，他说越弄他越害怕。对，把自己弄没了。我接触的所有的工程师真是这样。太可怕了，对他们都是，哎呀，这怎么弄？就是，尤其年轻人非常焦虑。老了，反正我退休了，我有一定的资本积累了，他们还 OK， 我大不了退休了。可是那些中年的，正是有压力的，还有那年轻人都吓死了。我准备说几句话呀，他在整个就很快能生成一个比较复杂的一个网站。就现在就这么厉害，我天！咱们故事要接着下面讲，现在不能展开了。所以呢，在节目结束之前呢，再一次感谢，真的感谢我们的观众朋友们，很给力耶！我呢，在9月3号过生日那天，拜托大家让我们超过2万订阅，现在已经超过了，而且呢，有多了300了。我下一个目标呢，咱们争取21000，好不好？咱们看看几天能达到21000。再次谢谢够意思的你们，好不好？然后呢，下面我们给大家有这个优惠哈，红参这个还有15%的折扣，然后呢，虽然是预购，也给您的一个相当不错的优惠价格。咱们一起呢青春，一起呢健康，一起呢比谁命长啊！最起码要跟着中共比谁命长，咱得把这场大戏呢活到151，151啊！你比习近平还厉害，对吧？咱们就得靠这个红海参。他们要活到150岁，我的天哪！他们要活到150岁这件事情，你知道吗？在中国的微信上用150都给封杀了，全都给封杀了。就250、200、150，现在也不能，简直是。那好啦，那我们今天的这个节目就到这儿喽。那么下一个节目呢，我们这个预告呢，我们会做到这接着谈。但节目呢，什么时候看？明天晚上到哪儿？8点，干净世界。叫周末大 V 谈，链接待会儿会写在下面了，好不好？好，我们会有一个链接给大家。那好了，那我们今天就先聊到这儿哈。从国防部到战争部到 AI， 那美国在全力的冲刺，中共那边也在全力的冲刺，他们要活150，咱们活151。对的。好了，然后我们下面讲的话题就是这个川普的叫做嫉妒战争，或者川普的反鸦片战争，对不对？也很好玩的话题哈。这也是一个带牙齿的，说白了又是对中共来的。美国的鸦片战争，对，好，对，这个牙齿又是咬过去了，所以你炫吧，越炫，人家这边越明白你到底是干啥。叫什么93事变，93事变叫做3地结盟。那我们今天呢就说到这儿，咱下层节目咱们再见。好。